注意看，这辆野马才刚将车身稳定住，就开始加速。阿瑟见状，想在直线上和他一决胜负，没成想老哥急刹加突然转向，造成了阿瑟的失误。没有想到这老哥居然有如此技术，等倒完车回来，老哥已经消失在了夜幕。难不成这场匹配就这么轻易的结束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瑟内森金斯正在排队买甜甜圈，但他却突然发现右边的路口有一位老哥正在漂移画着甜甜圈。阿瑟立刻放弃了自己的第一顺位，朝着老哥就去了。可以看到，阿瑟赶到现场时，路口的烟都没散去，定睛一看，这老哥就在前方，于是立刻开灯干活。到手的饭都没了，都是这小子的锅。而当看见了氛围灯，这老哥非但不停车，还把阿瑟往小路里面带。从阿瑟和老哥之间的距离就能看出来，老哥这辆车在阿瑟的道奇充电器面前并不占优势，但感觉老哥对这里的地形倒是挺熟，不出意外应该又是一个本地人，要不然也不会在这么窄的路上一度把速度踩到了120公里每小时。趁着两人还在拉扯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老哥所驾驶的这辆车，这是一辆福特野马，最高可搭配 5.2V8 机械增压发动机，但可惜老哥这一辆是低配，搭载 2.3T 涡轮增压直列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15。尽管如此，它的0-100加速依旧可以达到5.3秒，这也难怪为什么老哥会带着阿瑟走小路。就在这时，老哥打起左转向，告诉阿瑟不要跟丢了，但下一秒他就因为速度太快出现了甩尾，好在救车及时，才没有自己撞墙。这一波阿瑟属实有些大意，他没想到老哥能把车救回来，得到了喘息的机会，老哥再次开始了拉扯，可能是平时比较喜欢玩漂移，他这条轮胎并不适合急加速，甩了好一会儿才将车给稳定了下来。而阿瑟刚准备动手时，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倒完车回来的阿瑟已经看不见老哥的尾灯，虽然知道离老哥的距离并不算远，但碰巧这里的岔路比较多，地形混乱，没有办法，他只能在这里兜兜转转，凭着当差多年的直觉进行判断。只不过这长夜漫漫，阿瑟还能否有机会将老哥缉拿归案？我们继续往后一起来看看。没有想到老哥领先了这么多，阿瑟还有机会再次看见他，刚才多少有些大意了，现在失而复得，他可不会让老哥再次轻易走掉。趁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哥的战力表。好，两位五星大佬之间的交锋，看来这注定是一场精彩的对决。这么精彩的节目当然需要一个好的设备观看，我这台转转上买的95星 A 级的 iPhone 13只要2000多，比新机便宜了1000多，省下的钱都能加1个月的油。我帮大家研究过了，转转是个专业的官方页二手平台，拥有多种专利质检设备，只有经过专业工程师全面检验的正品手机才会上架售卖，全都跟新机一样，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和1年质保，闭眼放心买。而且转转不只有手机 ，iPad 价格只要1500多，拯救者 R9000P 价格也只要3000多，同样很实惠。现在点击评论区难念，还能领最高1000元优惠券。趁现在平台有活动，大家快去转转更新一波数码产品吧。现在前方大直线，阿瑟一度把速度踩到了150公里每小时，哪怕在面对路口的减速牌时，也是用100公里的时速飞了过去。虽说有些鲁莽，但效果也是立竿见影，和前方老哥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。直线上的道奇充电器果真是恐怖如斯，老哥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，再直着跑下去，只怕很快就要交代。正所谓弯道快才是真的快，知道跑不过，谁还和你玩直线加速赛？再次转进小路，这条路的路况要差不少，不仅路面坑洼不平，而且还有许多的交汇路口，这无疑给阿瑟增加了一定的心理负担。按照规定，每通过一个路口都要点一脚刹车，这让老哥再次建立起来了一定的优势。只不过这不到200米的距离，也就是阿瑟一脚油门的事儿。随着两人匹配的时间越来越久，阿瑟对老哥的跑法也变得越来越熟悉。如果老哥只有这么点水平，那他今天恐怕很难走掉。而在这里兜兜转转了这么久，老哥始终没有离开这片田字格社区，也不知道他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。不过阿瑟倒是不慌，因为他对这里的地形已经越来越熟悉，再拖下去也只会对他越来越有利。倒是要好好看看这老哥究竟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
现在两人用100公里以上的时速已经拉扯了5分多钟，没能分出胜负，但是距离倒是缩短了不少，老哥领先的优势已经不到3秒，感觉阿 Sa 离贴贴只差临门一脚，而两人同样都身为5星大佬，如果不出意外，这老哥今天恐怕很难逃跑。但老哥并不这样认为，他甚至再次打起了转向灯，似乎是在提醒阿 Sa 千万不要跟丢。面对如此挑衅的行为，阿 Sa 恨得牙痒痒，但一时间也拿老哥没有办法，只能一会儿在贴贴的时候力气用大一点。两人在这片社区已经绕了不下3圈，而老哥一直不肯离开这里，让我有理由怀疑他的家就在附近，好一个3过家门而不入。看来两人都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就在这时，前方老哥的刹车灯再次亮起，阿 Sa 认为机会来了，连忙靠近，想要上去贴贴。尽管已经提前打了方向，但还是慢了老哥一拍，反倒是方向太急，导致自己甩尾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次影响并不大，而且阿 Sa 可以失误很多次，老哥却只有1次机会。而且老哥受到最开始2次甩尾的影响，在转弯的时候车速明显比之前更慢，再加上阿 Sa 这辆车动力更强，根本想不到什么理由能让阿 Sa 输，任由着老哥在这里兜圈子，拿下他也是迟早的事儿。绕了几圈，阿 Sa 发现老哥的动力明显不如刚才，想必是压力太大，状态有所下滑。而这条大直线可是个动手的好时机，阿 Sa 一脚油门靠近就要上去贴贴，但关键时刻老哥突然一脚急刹，阿 Sa 虽然及时做出了反应，但还是冲过了路口。眼看老哥在路口右转，阿 Sa 将错就错，索性去前方路口转弯，和老哥来个殊途同归。但转弯之后没有老哥的半点身影，阿 Sa 大感不妙，立刻呼叫队友。明明已经兜了好几圈，现在才想起来叫队友，等支援赶到，只怕老哥已经洗睡了。阿 Sa 沿着这条路走到了尽头，也没等到老哥，但就在转弯的时候，有个尾灯一闪而过，这毫无疑问正是老哥。阿 Sa 朝着这个方向就开始加速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他在这个路口并没有左转，难不成还想去前方抄近路？不对，他在前方路口依旧没有左转，而是走了相反的方向。看来刚才那个尾灯阿 Sa 并没有看见，那这个结果自然不言而喻。没有想到兜兜转转了这么久，最后却是输在了即将得手的那一刻。如果不是这位阿 Sa 过于自负，想要单吃，早一点呼叫队友，恐怕这老哥也是在劫难逃，也不至于被同一位老哥用同样的招式耍了2次。这就算了，想想自己刚才为了抓老哥，放弃了买饭的第1顺位，人没抓着，饭也没吃上，最后决定与其逼自己一把，不如放自己一马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该下班时就下班。要说这老哥的技术其实和阿 Sa 不相上下，能摆脱阿 Sa 2次，运气占了一大部分。要是再来一次，结局还不好说。这里先卖个关子，这老哥还会再次登场。好了，随着老哥成功完成消息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于本期的内容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讨论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